国考这2天要出成绩了啊，那8字没一撇呢。这牛还没上天，有人就搁那吹呀，我以后得要嫁给当官的呀。昨晚呢，一对分手的情侣啊找我调解矛盾的，是调解分手的呀。哎呀，这年头啊，这种苦逼活啊，以后啊咱可不能接。这5年前呢，男士啊大专毕业做销售的，自己挺努力，1个月能挣到1万左右，这个钱已经不低了吧。当时呢谈了一个同校的女朋友，但是人家是本科啊，学的是设计，同年毕业，工作大环境啊不太友好，女朋友啊就在家里准备考研，男友呢就在外辛苦的搬砖呢，是一点点供养她，每月呢给她交着房租水电，额外再给3000元的生活费，还不定期的呀给她结算着花呗。这1年后啊，女友顺利的考上了研究生，男友呢因为疫情啊这工作呀不好干，每个月呢也就2-3千的收入，但每个月依然会给女友打过去3000的生活费。去年的女友是硕士毕业啊，男士希望他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安定下来，2个人呢可以早点结婚，被女友给直接拒绝，说要全力去考公务员。这男友心里可不放心啊，那供养你3年了，你还不得赶紧跟我结婚啊？这要是考上公务员，那万一把我踹了怎么办？于是啊，男友就提出啊可以考公，但是很希望2个人呢是先登记结婚。谁知这个提议啊直接把女友给气着了啊，那就跟炸了毛的豪猪一样，说什么我也不同意。最后呢，2人又约定好可以考公，但是不管考不考得上呀，出了结果立马就登记结婚。双方都同意，于是男友又开始辛苦的搬砖，又供养了女友1年。就在前天的时候，这国考啊马上就要出成绩了嘛，女友提出分手，理由是2人性格不合，男友不接受啊，认为女友啊肯定是因为马上就要出成绩了，怕和自己结婚啊连累他，所以才分手。女方听了之后辩解说呀，已经都没有感情了，在一起也没有必要了。男友听完情绪很激动啊，说2个人这将近6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自己还等着结婚呢。就这样2人的是你一言我一语啊，互相争执啊呀，把我夹在中间。最后女方和我说了实话，说自己的研究生同学们啊，不是找了博士啊，就是找了公务员，要么就是找了个留学的。男友现在这个条件确实不是一个阶层啊，家里人根本就不同意了，在一起呢只是互相耽误。听到这儿，说实话我也不太喜欢听了啊。我问这姑娘，男方供养你这5年多的时间啊，学费生活费你爹妈干嘛去了？她说他们都是农村的，家里穷没有钱。男方听到这儿就有些控制不住啊，说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忍心跟我分手啊？这姑娘听完呢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说的好像你没跟我睡一样，便宜你也没少占吧。一语激起千层浪啊，2人又开始为这谁占谁便宜啊吵架。哎呀，这3观刷的我家那乌龟壳里都锃光瓦亮。吵到最后啊，这姑娘开始劝男士啊分手。2人本身就不在一个阶层了，结了婚也要离婚的。男方这边呢说什么也不甘心，觉得自己这几年付出的啊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这老婆也没有了。这时候女方说了一句话啊，真的又让我刷新了3观，我一直在努力进步，你呢？听到这儿咱也不能忍了呀。姑娘，我就不说包养这么恶心人的话了啊，我是真为你男友感到悲哀啊。你说好好一男友，干了爹的活，还没那个男友的待遇，也不知道图个什么呀。你说你也付出感情了，恕我直言，我看到的只有你在混一张短期饭票，而且还混的是理直气壮。假如你考上了公务员，大概率你会觉得他配不上你，会一脚把他给踹掉，然后跑来相亲啊，就问媒人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你这种颜值在线的国家公务员吧。保佑啊，你这种人千万别考上，有你这样人品的公务员，那老百姓也是遭了罪了，看不上这儿看不上那儿的。最后调解，这男方同意分手，要求给这5年的生活费啊都是有转账记录的，一共算下来有12万多，其他的还都没算。女方觉得这钱要太多了，说自己也付出了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应该算得这么清楚，说只愿意拿出2万分手。我一听啊，这都觉得不公平啊！你大白天做梦拿人家钱怎么这么不要脸啊？都要当公务员了，给自己留点脸，这要是闹到单位，你还怎么混啊？最后这女方呀同意签了一个10万的欠条啊，3年还清，这事啊才能结束。现在呀跟以前的爱情不太一样了。我那时候听我妈说呀，我就当年考上公务员的时候，第一时间跑回家。那个时候交通也不发达，需要坐摩托车啊，摩的啊，就倒好几个村子，找到我舅妈，抱住她，第一时间就告诉她呀，我要娶你，说她有能力给她幸福了。现在呢，上岸第一件呢，先把心上人给踹了。爱一个人呢，你就好好爱啊，别那么多的利用。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中午呢，有一对单身男女来相亲啊，女方上来就表态呀，我婚后不想生孩子，男方立马同意，问女方呀，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女方直接回复啊，不可以。这位男士呢是92年的啊，身高在175左右，做建筑工程的。姑娘呢是91年，偏胖一点啊，企业会计。
两人是互相看过资料，觉得都挺满意啊，所以约在今天中午12点在办公室里见个面。这中午呢11点半左右啊，这个女方就来了，一直等到了12点啊，姑娘就有些不太愿意啊。最后呢，男士啊还是迟到了10分钟啊，一进来就大声这个喘气啊，就说着不好意思啊，路上堵车呀，迟到了。这姑娘一听啊，这个脸一摆色啊，也没什么好脸色。我一看呀，赶紧招呼两人啊去会议室里聊聊天。这个两人啊进去见面坐下，这个女士就自顾自的一直喝咖啡啊，也不怎么搭理这个男士。他就有些尴尬，就主动问了这个女士啊，这个平时喜欢点什么？结果这姑娘呀就直接说啊，你问那些啊没什么意义，咱呢聊点正经的。你这边工作具体做什么？年薪多少啊？车房呢有多少贷款？男士听完啊，心里也是有点不太愿意啊，觉得女方太势利了。但是呢，也介绍了一下自己啊，是做建筑工程的，经常啊包活干，一年在20-30万左右。这个车是福特，房子呢比较偏一点，面积90多平啊。不过呀，好在是没有贷款。这姑娘听完啊，就有些不太满意啊，说我不太能接受你的工作，但你赚钱还可以。这个房子啊太偏了，好在没有贷款，我们呀可以考虑认识一下。然后啊，精彩的部分就来了啊，这姑娘就开始摊牌啊，说自己婚后啊不生孩子，觉得自己的人生啊本来就很累啊，没有精力去抚养孩子。男士听完就问啊，那你不生孩子结婚干什么呀？这姑娘就说呀，想找一个精神伴侣过二人世界。男士听完就问啊，你不生孩子那彩礼可不可以不给啊？姑娘一听啊，不可以，如果生孩子才给彩礼，那我不是工具吗？何况我还要照顾家庭收拾家务。这男士说呀，哎呀，我请人做家务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啊？姑娘说呀，不可以，因为两人生活在一起啊是要付出情绪价值的，那对方生气我也不能白受气吧。男士接着就问啊，那好，我这边呢可以下血书保证啊，对你百依百顺，绝对不让你受半点委屈，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回答呀，不可以，你是在做梦呢，女人跟你结了婚还要承担被抛弃被出轨的风险。这男士就说呀，那好，如果我跟你签对赌协议保证忠诚，可不可以不要彩礼？姑娘就说啊，不可以，我婚后还要帮忙照顾男方父母，我自己的父母都照顾不过来了。男士一听啊，就说那我把4位老人送进养老院啊，全都住 VIP 客房，是不是可以不要彩礼了？最后这姑娘实在是忍无可忍，拎包就走啊，转头就跟这个男士说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爱算计啊？娶老婆还不想给彩礼，格局太小了吧，活该你单身一辈子。这男士听到也不愿意啊，你都30多了，又想让别人照顾你养你，还不想给别人留个后，彩礼不松口，还要男人什么都要顺着你，你嫁神仙去吧。就这样呢，两人见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就来我面前呀，是数落对方的各种不是啊。我跟王八们就夹在中间，一时也说不上来话。你不想生可以，但是你不能要求别人要放弃吧。姑娘，你看看你的择偶要求啊，都是利己的，男人要有能力，赚钱要养你，彩礼也要给你，你图的倒是挺多，但人家图你啥呢？他图你感情图不到，他图你脾气好吧，你比驴脾气还大，还不如找个驴呢。图你给生个孩子吧，你直接给人家断后了。对别人态度啊还不咋地，就你这样我都看不惯。这姑娘听完呢没说啥好话呀，转身就走。哎呀，给这种人交对象呢都是一次性买卖啊，下回啊门都没有。中午啊给安排了一对单身男女相亲见面，差点没给我气出乳腺增生啊。这男方呢是33岁啊，在私企工作，部门经理，有车有房，年薪在10万左右。女方呢是32岁，是我大姨家的邻居的妹妹，做审计工作的，年薪也在10万左右。两个人呢是上个月见了有第一次面啊，互相觉得都还行，条件也相当，这年龄呢也合适啊，就答应相处看看。这不两人都放假了，今天中午啊又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呀，就在中午有1点左右啊，两人就干起仗来了，先后给我打电话呀。以前我就说过啊，一旦见完面立马就找我的，基本都不是好事儿。先是女方气质汹汹啊，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一问具体情况，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证。这第1条呀，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没有跟他沟通出行问题。简单点说呀，就是没有开车去接他，导致他在寒冬腊月天呀打车出来见面。其次啊，没有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他说这是第2次见面，按理说呀，这第1次见面了解过了吗？大家都觉得合适啊，才会来见第2次面。一见面呢，也没有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也没什么礼物，这得让他觉得这个男人啊，并不是真心想要跟他在一起的。第3个呢，是点菜的时候，男方直接忽视他的喜好，是自顾自的点菜啊。他不爱吃海鲜，不爱吃鸡，但是男士啊都点上了。这第4条呀，说到这条，这姑娘嗓门呢提高了8度呀。他竟然让我给他饭钱，我缺那钱吗？
你给我评评理啊！这顿饭先不说啊，都不是我的口味，不是麻的就是辣的，不是甜的就是咸的，我都没吃几口，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啊？哎呀，听完这4条，我的脑血管立马就堵了一半了啊！接着男方呢来电话就开始辩论啊这个情况，先是接送问题，这男士就说呀，自己一开始啊确实不知道女方是希望接他的，以为啊两人约好地址啊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关于制造浪漫的小惊喜啊，男方觉得这才是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还没有到追求送礼物的那一步。这第3呢是关于吃饭，男方说自己啊当时是问过女方想吃什么，但是女方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在玩手机，也没抬头啊，就说了句随便，他就以为是真的随便了嘛。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事儿，男士说啊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呀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也不搭理，偶尔回答几句呢也没什么好气儿，总是自己啊在玩手机，给他夹菜呢他直接都给扔回来，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方呀，既然来相亲了，那就别端着了，也没人欠你，你拉大个脸给谁看呢？这姑娘听完呢，就直接就跟这个男方啊就杠起来了啊，说对方人品有问题，辩论到底是谁的不对。最后两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啊让女方来承担一半的饭钱。女方听完呢是拎包就走啊。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结束之后呢，我给我大姨的邻居回了个信啊，我这边庙小，王八也不怎么爱干活，确实伺候不了大佛。32岁了，还以为自己是23呢，心智怎么这么残缺不全呢？30多了，接触的男的也应该都30多了，就这个年龄段，除了骗子，谁一天没事研究着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啊？没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啊？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加惊喜吗？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吧？怎么地，幻想着一个长得帅、超有钱的男人，就像盖世英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起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得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啊？是不是还得要至死不渝的那种？死了这个男人还得爱着你呢，为了你终身不娶啊！30多的人了，来相亲找对象，说白了就是条件合适，互相不讨厌，就可以发展关系看看。你还想着对方来热烈追求你啊？大白天做梦不害臊？再戳一下你的肺管子啊！单身女人上了30岁啊，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要结婚呢，遇到比你条件好的呀，就要伏低做小，忍气吞声；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就要互相理解，互相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臭架子，这辈子都得打光棍。大家都开始陆续放假了，对吧？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关注我的死死抱住，没关注的抓紧加入啊！因为后面的这段日子里，天天带你们看大戏啊，相亲的相亲啊，摆烂的摆烂，打仗的打仗，结婚的结婚，那是一家欢喜十家忧啊！昨天下午接到男士电话啊，哎呀，还有3天订婚啊，女方突然涨价，觉得彩礼给的不公平，这可是把我担心的呀！大晚上赶忙急的啊，去了一趟女方家里。这个男方啊是92年的中专学历啊，下学早就自己开了家小吃店，月薪在2万左右吧。老家呢是湖北农村的，有个妹妹啊，通过相亲呢认识了现在的这个女朋友，94年的大专学历，在私企是做前台的，老家呢也是农村的，两人谈了有1年多。这起初呢女方家里她比较反对，觉得男方啊家庭条件差一点，而且还那么远啊。好在姑娘这人呢还不错啊，比较坚持，觉得男方人很好，也喜欢他。就这样呢，两家上个月呢是谈了定亲，彩礼啊也是讨价还价，定在了6万，女方陪嫁2万的家电，商议的挺好，准备下个周啊，也就是在后天的时候，两个人呢就去定亲领结婚证。结果呀，昨天女方突然变卦，觉得彩礼要的不合理，说如果想要定亲的话，彩礼至少12万。我一听这彩礼价格，他直接翻了个番啊！我是最讨厌这种行为的。那我赶紧去了女方家里之后啊，这女方父母在啊，我问到彩礼这个事情，他们就说啊自己以前不太懂啊，私下里给答应了。家里亲戚啊一听啊这价格觉得不合理，说谁谁谁家呀给了多少多少啊，谁谁谁家怎样怎样。我听完先是劝呀，这各家情况都不太一样，彩礼这事啊可不能去攀比，都是为了小两口好呀，要考虑他们实际情况。女方妈妈就反驳我呀，跟我说这男方条件啊确实一般，家里还穷，那我闺女这人老实呀，喜欢他呢我也就认了，但是彩礼你不能让我们家丢脸吧？这别人啊都还没有陪嫁来，我们还陪嫁了2万，所以啊彩礼12万啊一分不少。这女方父亲人还行，觉得呀半道改嫁他确实啊不是很地道，觉得要不这样吧，就8万块钱或者6万呢我们不给陪嫁了。
刚说完啊，这女方妈妈是一拳打了过去啊，就你话多，以前还都不是你定的，赶紧闭嘴。转身呢就跟我说呀，哎呀，我们有事啊，先商议一下。接着呢就拉了个大叔啊去了里屋啊。我先强调一下，我真的没有偷听啊。那大姨去了里屋之后啊，给别人打电话，她开着免提啊，那声有多大呀？我就听见对方在电话里啊就说呀，你要咬紧牙关啊，别松口，12万啊，他1年就挣出来了，这点钱他都不给的话，那肯定啊都不是诚心要娶的。这女方妈妈呢在电话那头啊就说啊，这男方家里要是真没啥钱，这要不给咋办啊？对方呢就给出主意啊，他俩都谈了1年了，他都30多了，怎么可能说不给就不给了？最后啊要实在不行，你就降到10万嘛。临了对方还来了句啊，千万别给陪嫁，你别傻。哎，这挂了电话，他俩就出来了，跟我说呀，彩礼12万1分不少，理由是啊，男方1年能赚20多个，这些钱对他来说都是小钱儿。我听完呢，说实话啊，咱也没好意思穿破，但是我也没啥耐心了，就直接就跟他说啊，你女儿都28岁了，你们在农村还没个退休，就这么一个女儿，以后那是要靠女婿的呀。这男方自己创业赚的都比大多数人要多，如果你彩礼逼急了，婚黄了，你女儿还有多少时间可以再找？要是男方给了这12万，婚成了，男方不得心里记恨你们一家吗？风水轮流转，最后这结果呀，还是你们自己承担的呀。这女方妈妈呢一听也是觉得有理啊，说起码得多给一些吧，这抚养女儿长这么大，我们也付出了不少呀。听着我就来气呀，抚养孩子啊，那是为人父母的义务，和彩礼没有半点关系，谁不抚养孩子呀？别听别人说的，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过得好不好，别人能帮你怎么地？最后，哎呀，真的是又磨了1个多点啊，两人终于松口，说彩礼6万就6万，但是这嫁妆1分不出了。听完呢，我看也到这个份上了，就跟男士沟通啊。虽然男士很反感这种半路改嫁，但是啊也接受了，觉得呀女朋友人很好，不想让女朋友啊夹在中间啊为难。就这样，人家后天呢这个订婚啊继续。以前呢我就说过，这100年前那些土匪啊都投胎当了丈母娘了呀。做事你得顾全大局，算计多了自私自利，最后啊都是自己承担恶果的。哎呀，不说了啊，喂刺猬去了，这快过年了，得让他们给我看好门啊。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我这人伺候不了了啊！这大过年呀，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那身高啊大约在160左右，身材偏胖一点，短发。一上来就跟我说呀，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看这架势啊，没点实力啊，那说不出来这话呀。我问啊，大姐你是在哪高就？她说啊，打零工。这3字一出啊，哎呀，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一下自己啊，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年薪在3万左右，离异3年多了，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初中学历。说到这儿啊，还特地强调了一下，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毕业之后呀，会考会计啊，考本科等等。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哎呀，现在这年头啊，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他前夫在物业上班啊，1个月4000多点，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他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这抱怨多了，俩人就吵架啊，最后就离了，房子给了他。说到这儿啊，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哎呀，我看你粉丝挺多呀，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我想明白了啊，为了我和我女儿啊，我也得找个有钱的。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都忍不住怼呀，你大白天做梦，你不要脸了你！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50岁以内，学历本科以上，做生意的老板啊，年收入啊最低30万，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他说啊，自己做不了后妈，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最后补充了一下呀，接受姐弟恋。哎呀，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我跟他说啊，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就算有，你自己都44了，缺油缺水缺电了，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这位大姑娘听完呢，那直接回怼我呀，哎，你可不能这么说啊，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再说了，我就算生不出来了，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过继过来给他，以后啊给他养老，他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就你这思维方式啊，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是你调好盘量，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就算你是辆法拉利，这40多年了，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人家都当老板了，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
这听了就开始不爽啊，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会做饭，会收拾房子。另外呢，他经历过婚姻啊，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自私自利，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我还没说完啊，他就不愿意了，怼我说呀，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3000多万呢，2条腿男人那么多，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哎呦，听得我呀，是呀，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想要嫁得好啊，首先自己得优秀，没事减肥啊，去脂去油，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多点自立能力。想找30万的，自己先达到个10万，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小鸟依人一点，不然呢要啥没有，还5大3粗的，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换刺猬看门，这种人再进来我就给炸出去。时光飞逝啊，嗖一下又到了新的一年呀。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相亲成功的故事。别再问我是不是童话故事啊，这现实生活中啊，朴实一些的爱情故事啊，那还是有很多的呀。去年我给一个小伙介绍对象啊，他是92年的，个子不高，也就最多170吧。高中一毕业呢，就去新疆当了兵，这部队也一待啊就是10年。家是农村的，父母赶集啊，做点小买卖，在城里给他买了一套小房子。给他介绍对象啊，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很多姑娘都会觉得他要么个子矮啊，要么就长得没有眼缘，甚至啊连面都不见啊就直接拒绝了。这去年夏天他休假回来嘛，给他介绍了一位94年的姑娘，是一名护士，个子也不高，在155左右啊，很瘦。这互相换资料的时候，我还问过这姑娘啊，是否介意男士的身高和家庭情况。当时这姑娘就说呀，我也不高，家庭条件呢也比较普通，既然都是普通人，那谁也不嫌弃谁嘛。就这样呢，两人呢见了个面，互相感觉都还可以啊，就相处看一看。之后几天呢，男士主动是请这个姑娘吃饭，给她送礼物，但人家却说呀，这谁赚钱都不容易，礼物不要，吃饭大家 AA 就好。不是不想欠别人情分，而是觉得既然想要在一起啊，他就不想让对方啊吃亏。两人相处呢也很简单，饭后经常去公园里探探马路，聊聊人生理想以及对未来的规划。走累了就去路边的石凳上坐着聊，这聊着聊着呀就是一下午。通过几天的接触男士就觉得这个姑娘呀很懂事，很明事理。这姑娘也觉得这个男士性格稳重，做事周全。这有一天这个姑娘的父亲生病住院了，男士知道之后是二话没说就去了医院，是忙前忙后，主动帮忙了几天，脏活累活都干了。姑娘和她父亲呢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也是很感激。时间很快到了回部队那天，姑娘亲自去送这个男士，两人没车呢就一起去坐公交去车站。在公交车上，姑娘从包里拿了一盒亲手做的馅饼，2个好地瓜，还有一杯热奶茶。她和男士说呀，这去新疆的路很长，饿了就要吃这些，千万别饿肚子。那一瞬间男士特别的感动，而且也感激觉得这姑娘人特别的好。进车站的时候呢，姑娘也在外面等了很久，直到男士进站之后，她才放心的离开。去年的腊月新疆的冬天特别冷。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战友跑过来跟男士说呀，有人找你。他出去一看呀，这个傻姑娘就站在门口瑟瑟发抖，穿的衣服也比较薄，脸还被冻得通红的。姑娘却说呀，快递好多都不发到这里，她不放心她就想送一些日常用品给她。说着这男士就赶紧脱下自己军大衣给她披上，让她进了屋里。进屋之后，这姑娘就开始从背包里面拿东西，这是冻伤药，这是我给你织的围巾，还有保暖内衣，还有这个你最爱吃的饼和腊肠，我都从老家给你带回来了。看着姑娘一件件的往外掏东西男士立马就忍不住了，像个孩子一样哭了，抱着这个姑娘就说自己回不去，不能照顾你，特别对不起你，还让你亲自跑来一趟。姑娘却说呀，那有啥呀，你出不来我就来看你，不一样吗？就那一瞬间男士想着这一辈子豁出命也得对这个姑娘好。来年的春天，男士又休假回来了，两人见了双方的父母。一开始这女方父母是不太满意的，觉得男方在外地1年才回来一次，这个家是要靠女儿的，他就不放心。这姑娘劝父母两人只要真心把日子过好，一切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当兵呢是保家卫国，又跟父母说男士对她很好，人品很好，有责任心等等。最后这姑娘父母也同意了，两人就在国庆节结了婚，彩礼4万加上3金。在一起的这2年很少发生争吵，遇到问题都是互相理解和包容，生活过得也是其乐融融。
以前呀，我说过很多遍啊，幸福的故事都是一样的，只有不幸的故事才各有各的不幸。新年快乐，希望天下有情人啊，终成眷属。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前2天呢，有一位男士啊来找对象啊，条件真的特别好，92年的硕士研究生啊，海归，从事金融行业。他来找对象呢，有一个要求啊，就是他有处女情节，希望能够找母胎单身、门当户对的姑娘。说实话啊，现在的相亲市场啊，母胎单身啊，不论男女啊，确实不是很多，但大把的男士啊，还是有不同程度的处女情节的。昨天给他联系一位姑娘啊，94年的硕士研究生，刚毕业没有2年，这个母胎单身，是一名医生啊。两人呢是互相看了资料，也都挺满意啊彼此的条件，就约在今天中午啊一起吃个饭。就在刚刚啊吃饭结束了，两人是同时啊给我打电话，一先一后啊。这种情况一般啊都不是什么好事儿。两人呢一上来啊就是互相指责，一人一句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个过程啊。我给大家模拟一下现场，挺有意思啊。这中午吃饭的时候，这姑娘是带着闺蜜去的，人闺蜜95年的，是一名警察。据男士描述啊，这个姑娘长得非常好啊，很有气质，而很漂亮。姑娘说呀，自己是没怎么相过亲啊，不太放心，所以让朋友啊陪着来了。那男士听了呢，哎呀，也可以理解，也尊重啊。就这样，3个人一起吃了饭。刚开始啊，两人聊了些生活家常，聊得还算愉快。可是越往后啊，越冷场。这姑娘呢也不怎么搭理他啊，只是自顾自的玩起手机。反而是这个闺蜜啊，看有些冷场，就主动替她朋友说说话，解释说呀，这是第一次相亲啊，所以不太好意思。慢慢的呢，这男士啊就有点不太愿意啊，说话有些直。毕竟咱来相亲啊，好心请你吃饭啊，你带朋友也就算了，你还拉个脸，那是几个意思啊？他又直接问这姑娘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啊，没有，自己只是比较慢热，毕竟母胎单身这么多年啊，对待感情啊还是比较谨慎的。那男士一听啊，就问这个姑娘啊，喜欢什么类型的？这姑娘说呢，男人啊要成熟稳重，有大格局，有眼界，工作上面要能力突出，回到家里啊也要温柔体贴啊，爱我最重要。说到这儿，这闺蜜啊有点听不下去了，说这世上没有这样的爱情啊，不要期待太高，人品正，有责任心啊才是最重要的。但这姑娘就不愿意了，说自己啊母胎单身啊很珍贵啊，现在这样的女人啊都很少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真心爱我的才值得。听的男士啊那是越来越不爽啊，是句句都不离自己母胎单身。于是他就问这个姑娘，那你只要求男人爱你就可以吗？人丑个子矮，年龄大，工作在底层，你能接受吗？这姑娘一听啊就问男士，你是故意的吧？我当然是先要看条件呀，条件差的我见都不会去见的。我并不是挑，而是因为我自己都很优秀，我不高攀，但也不能找个底层的人吧。我年薪20万，我不能找个低于30-50万的吧。我房子140多平全款，我不能找房子还不如我面积大的，还有贷款的吧。我可不想结了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品质。其实说到这的时候，这个男士就已经很不喜欢对面这个姑娘了，说话呀就很直接了。那你的意思是你要找个有车有房条件好的，工作有能力，一年还能赚个30-50万，还要对你好，哄着你，回家伺候你的男人吗？姑娘也很直接啊，对呀。男人呢就笑了笑，问他呀，你是哪来的自信啊？你是年轻漂亮了，还是温柔体贴了？这姑娘听完就生气了，说你不就是图我母胎单身才见我的吗？你不就是因为我条件好才喜欢我的吗？这男士一听啊，接着说，姑娘你太搞笑了啊，这顿饭吃的我都快喜欢上你闺蜜了。她谈过恋爱，待人温柔啊，知道给我们俩夹菜，明事理在一旁边啊也不说话，反倒是你什么都觉得男人应该干的，你闺蜜还知道劝劝你现实一点。这姑娘气的呀扭头就走啊，结果就是出来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这个男士啊太渣了啊，侮辱了她。不一会儿这男士还打电话过来，先是道歉说呀自己啊被气着了，说话呀有点没分寸，后是解释了一个这个过程。婚恋市场上母胎单身啊确实是加分项，前提是你得年龄不能太大。你看你自己气质上面压过男人，要求上高过男人，以自己母胎单身啊就定性自己的高价值。拜托，你的价值是由相亲市场上来决定的。快30岁了，母胎单身，脾气还大，哪个车房全款，年收入50万以上的男人能敢娶呢？如果面临2选1，娇柔造作的母胎单身女和善解人意的有恋爱史的姑娘，多数男人啊他也会选择后者的。毕竟啊，男人他也不傻不瞎吧。我一般不跟人说心里话。这上午有一位相亲男士来找我找对象啊，简直了，2个多小时呀，把控全场呀，狂嗨2个多点，简直是啊，狂拽炫酷，邪魅霸道。哎呀，我捧哏捧得太累了啊，最后不得不打断他呀。这男士呢是90年的啊，这个做销售的，年收入不明。我就跟他沟通啊，让他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好了，开始了啊。这个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关于学历啊，男士就说呀，自己从小到大啊都没有认真学习过，
但只要他想学，那成绩就能好到让人羡慕。曾经有一次做数学题他自己一下子就想到出了4种的解题方式，而那道题呢，他们全体的这个数学老师和学生都做不出来，这让老师们很没有面子从此这个数学老师就针对他，给他穿小鞋儿。总而言之简直就是天赋异禀，人间罕有的读书奇才但由于自己看不上数学老师，再加上这个数学只做难题，导致最后自己高考失利才考了40多分，只能上了个大专。如果当时再努力一点，这北大清华对他都不是问题。学历这事儿我大概是清楚了，我就问了他一下这个工作情况跟年收入这一块。他呢先是又从大学铺垫了一下虽然是专科，但是他依然天赋异禀从来都不去上课，考试成绩那牛的都不行接着呢才讲到工作，他做销售的，那业务量那是全公司最高呀，业务能力好到一塌糊涂。但因为受不了自己年纪轻轻赚太多钱就跳槽去了隔壁家的健身房。我问他，我说那你年薪到底是多少他说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去了新公司依然凭借着天赋异禀让他在新公司里面是业绩爆棚，别人一天能卖几张卡，他一天能卖上百张，这整体核算下来一个月至少7、8千块钱。听得我是目瞪口呆确实佩服这样的奇才。我又问他，我说这个车房情况到底怎样他一听喝了口茶说想当年自己年纪轻轻月入那么多的时候他就很聪明的意识到一定要买一套房子，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身价去看了很多的楼盘有的呢是这个3、400平的别墅，还有呢有1、200平的洋房。当时想着一次性付款，后来又担心楼盘万一有一天崩了，这跳水了怎么办？本着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于是他就买了一套70多平的房子贷款了50多万，现在每个月还贷2000多。这关于车他说这个人呢总是要返祖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呢不喜欢这个城市愿意去乡下种地？同样车也是，那是反人类的东西，多少人上班迟到，多少人堵车所以我选择坐公交。关于他的生活圈子、家庭圈子他也简单的做了个介绍，总结一下就是他不仅自己牛，他的朋友也是各种牛混得最差的那个也当了公务员了。哎呀，我跟王八们在边上呢直接就听呆了最后呢，我也是实在是有事我忙不开也没时间过多的跟他沟通了，我就直接拒绝了他，明确的跟他说想找对象先要脚踏实地，30多岁了不能这么飘了，改改口嗨的毛病，不然这辈子想找真心过日子的对象真的很难的。口嗨不是病嗨起来要人命